好了，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哈。同学可能看到这个题目了哈，叫细细打磨称大空间不可量化，千金难买。这是一位同学他给我发的他的体会中的这的话哈，我就把它作为题目了。这位同学呢是李艳同学哈，李艳同学刚刚学传统文化时间并不长，锻炼时间并不长，但是效果很好哈。我们看他是怎么体会的哈。他说李老师说今天听了700课无数遍，他之前就是反复听哈，感触颇深，上传我的学习日记，感恩老师的引路。那这是6月24号的一个学习的笔记哈，他是发了个图片给我，他截图，我念给大家听哈。说我是保持淡淡的喜悦的值菩萨班，值班菩萨保佑我的家人平安健康。就淡淡的喜悦值菩萨班都是之前讲过的一些心法。说昨天中午吃多了，难受了一夜，说以后不能这样，说这就是贪呐，对待美食的贪吃必须改，就生活中随时去觉知。说学习700课知与行的思考，700课那一课讲的是知与行的思考哈。说两岸时空已经直播4年了，我也跟着李老师学习1年。李老师说，你如果能通过学习能对觉知有所确定的话，就是最大的收获。我问自己，我能觉知到觉知的存在吗？觉知本身觉知自己，说能，说真的能，但是不明确呀，说时有时无的那种感觉。说锻炼，说练功表面是动作，深层是觉知这是上课中讲过的问题说当你能够在动作变化中，就动作不断的变化动作之中，还能够安定那个觉知，你动作在不断的变化，那个觉知一直是更加的安定。说在觉知中温暖动作，我这个觉知是有慈悲的，是温暖。通过这个觉知温暖动作，也就温暖了生命。说真正的练功才刚刚开始，我们一起在复习这块在不断变化的动作之中，你能够安定觉知。也就是说，我们练所有的动作，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安定那个觉知，也就是什么？安定那颗心。如果是你锻炼动作，就是为了练动作，就是为了练外形，就是为了跟别人比我怎么练的多少次，我怎么练得很漂亮，那就离开了练功了。所有的动作是为了安定你那个觉知，哪怕你只有简单的一个小动作，或者你的动作外形做的并不漂亮，可是你通过练这个动作，你的觉知安定了，心安定了，那这就是锻炼的开始。而你有了那个觉知呢，这个觉知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温暖那个动作，也就是温暖生命。那我要练一颗什么样的心？它不是一颗冷酷的，是那个安静，是冷冷的让人害怕。安静之中是有温度的，有温度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有慈悲，那个本底的慈悲始终在那儿。那也就是说，生活中你要修这颗心，修一颗慈悲的心，从技术上锻炼安静。那从这个修心上呢，你要练慈悲，让那个心始终是什么？是温暖的，你始终是有一个磁场。再看下面分享下面呢说生活的表面是行为，深层是良知，这跟动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动作是这样，那生活中不也是各种动作吗？动作表现出各种行为，说生活的表面是行为，深层是良知，是觉知。那在生活之中，那应对客观周围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儿，以什么去应对呢？也是以那颗心，有什么样的心呢？那个良知，深层是良知。当你在不断变化的行为中，光明良知，就是你每一天处理各种各样的事儿，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你的行为是不断的变化的。那这个变化的行为为了是什么呢？光明良知光明自己的那颗心，
光明那颗心。如果说我们的行为就是说为了赚钱，为了干升官发财，为了什么，就把良知给丢了，那生命就失去了真正的意义了。说在不断变换的行为之中，你要光明自己的良知，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说不忘初心也是这样，做各种各样的事儿，行行都通道，行行都可以修道，行行也都能可以入道，都可以入道。所以在不断变换的行为中，要光明自己的良知，明了自己这颗心，真正的认识自己，那才是真正的行为的意义。是在良知中呢端正行为，那我用这个良知呢，我又不断的端正这个行为。那个知和行是本身它就是一个整体，它就是一个。但你如果分开两个来说呢，那你也是可以，它是互相的促进的，互相什么？互相成全。知和行，行和知本身它就是一个，只不过通过不同的方式去展现它而已。好了，我在这个良知之中什么呢？要端正的行为。我每天的行为要什么？要端正，所以说光明正大。光明指心性，正大之行为，或者正大光明，你反过来说也都是可以的。它是有光明正大，正大光明，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一个整体的。所以再说一下，在生活的表面是各种各样的行为，深层是良知，在不断变化行为中光明那个良知，而在良知之中呢，去端正自己的行为，那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不然的话怎么样？你稀里糊涂的，你不知不觉的，那就没有意义了。这是复习我们之前讲过的这样的内容。说觉知，说觉知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通过学习锻炼，拓展内在的觉知空间。内在是有空间的，心灵是有空间的。锻炼是干什么呢？就是要开拓你内在的这个空间，说让我们的心越来越大，意境越来越高远。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一点小事儿，别人的一句话，再去斤斤计较，变成一个心胸豁达的人。这个觉知心，内在的觉知就是那颗心。通过学习，要把这心的空间去扩大。你这大了之后，意境远了，心大了，一点小事就不会再折腾你了。别人一句话也不会的，你去斤斤计较、两计较，而变成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心胸豁达的人。再来看说这种意境真的是美妙就是美妙什么？他自己体会到，他有这种境界。像上面我讲的，上面是之前讲过的。如果单纯从文字上理解呢，好像也正确，你也能理解。但是如果你不锻炼的话，那种意境你得不到。所以他就说这种意境真的是美妙美妙说明他真正有所感悟了。说别人看不见摸不到，谁也看不见也摸不到。说不可量化，但千金难买。我们题目中这话从这儿来的。就你内在这个空间，你说量它有多大，意境有多高多远，怎么去量一量，或者你去量化一下，不容易量化。那不可量化，但是千金难买，因为你有了这个东西，就是你内在的东西了，你花多少钱你买不来的。你有的人可能很有钱，钱很多或者怎么样，他的心胸很狭小，你是买个大心胸，他买不来的，必须得修的是不可量化，千金难买。只有自己通过锻炼修心，一点点打磨，撑大了内在的空间。那真的是这样，锻炼就是一点点的打磨呀。打磨什么呢？打磨自己的心性。这个打磨包括你自己内在锻炼时候的打磨，也包括生活当中各种各样事情对你的打磨。顺境之中的事儿，逆境之中的事儿，跟你说好听的、不好听的，讽刺你、挖苦你的、恭维你的、赞美你的，这些都是干什么？都是来打磨你。有的时候是用针去扎你，用锤子去敲打你；有的时候呢是给你的糖衣炮弹。那这些东西就看你怎么去对待这些东西。
其实所有的这些事件，所有接触的人物，它都是来打磨你，用不同的方式来打磨你。那你要怎么真的要什么？你一点点细细的去打磨，打磨之后去撑大你内在的空间，明确了内在的觉知，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有知有觉的人。在生活中，我相信我们学习，在良爱生活学习之后，很多人在生活中，有时候呢，有知有觉，有时候呢，可能就不知不觉或者无知无觉，突然想起来，又有知有觉，所以这就需要慢慢的练，慢慢的打磨。今天这一件事，你有觉知，明天可能你就忘了，可能这会儿有觉知，那会儿又丢，可能过会儿又来了，所以这就是什么？不断的练。在生活之中要不断的去练这个心，不断的一点点打磨，撑大你内在的空间，明确内在的觉知，慢慢变成一个有知有觉的人。然后呢，说从小知小觉到大知大觉，直到大彻大悟。像一般的人来说他不是说一下子我就大彻大悟了，总是一点点磨，一点点进步，小知小觉，大知大觉，叫大彻大悟。所以只有这样呢，修行才能拥有完整的生命，完整。就只有这样你的修行才能拥有完整的生命，不然你的身心是分离，你的整个生命是偏狭的，你的意识状态、精神状态也是个狭隘的，你生命是不完整的。所以身心完整，你和天地虚空也是完整的一体了。所以这一段他就分享自己就是自己的一个体会，一种感受吧，一种感受就是这种锻炼，你需要一点点去打磨。打磨你拥有这个东西之后，你会觉得这是无价之宝，千金难买，是花钱买不来的，这求别人求不来的，你必须要去练的。有了这个种体会之后，那种意境真是美妙啊！它需要一点点的，撑大内在的空间，打磨出，把这个内在的空间逐渐的就怎么样扩大起来。从开始的小，一点点的悟，小知小觉，大知大觉，叫大彻大悟。我相信每个人几乎都要经过这样一条路的说修行呢，就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不急不躁。这样锻炼时就容易入静了，身心都容易安静下来，身体各方面都会好起来。不易入静是我的短板，慢慢的修吧。它不太入静是我的短板真的是这样。我们每一天的锻炼看起来很枯燥，就往这一站，或者复个婴儿那么简单几个动作，那就必须的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你着急是没有用的。真的在修行的路上，急是急不得的。所以真正你得安下心来我们再看他下面最后这段分享说今天的站桩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学习700课以后，站桩是进步了，一口气能站70分钟，中间没有睁眼看时间。说以前到60分钟就忍不住要睁眼看时间了以前到60分钟也已经不错了说从头到尾呢都能，得注意下面听说就整个70分钟站桩竖立在这儿，说从头到尾都能觉知呼吸力到手指脚趾的力量，就往那待着，一吸气一呼气，那个呼吸力贯穿全身到手指脚趾，是从头到尾都能觉知呼吸力到手指脚趾的力量。说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慢慢的调理着。就你往这一站，安静了之后，整个身体散到虚空之中了，搭到虚空之中，静下来，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我站中间就只有呼吸，这一吸充斥全身，一呼也是充斥全身，一吸充斥整个虚空。就你一吸一呼，整天地与之共呼吸，同呼吸共命运就类似这种状态。好了，一吸气充斥到脚趾手，充斥到全身了。整个生命呢，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就被调理着，就被调理着
这一点哈，大家注意啊，这是每个人我觉得绝大都需要这么去。往了一待是别的都没有了，只有呼吸了，就觉知这个呼吸，心息相依。那个心似乎空空荡荡，那个息也是空空荡荡，它不是那么非常实在的大大的这种呼吸，那个细细的、细微的那个呼吸。当然以后鼻孔的呼吸越来越细微之后啊，你会突然觉得，哟，整个身体在呼吸，好像鼻孔的呼吸慢慢的就小了、弱了，甚至是停了，但整个皮肤在进行着呼吸，那就今天又变得不一样。我们再注意听哈，说从头到尾都能觉知呼吸力到手指交指的力量，身体在一呼一吸之间慢慢的调理，但是丹田呢还不热，顺其自然吧，我也不刻意追求了，这是对的啊。你不要刻意去追求，我是站桩呼吸，我丹田就一定要发热，一定要跳动。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丹田就会热，就会跳动；有的人呢可能就暂时还没有这种现象，并不是有了这个就好，没有就不好，不是这样，你就顺其自然，就这么待着，他该有的就会有。每个人他这个人需要有这样，那个人需要那样，大家注意啊，千万注意，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就是我分享了这个林燕同学的这个体会，大家也不一定说一定有他这个体会，但总的原则是这样啊，原则这样。说我也不可以追求他是方法对的，不去追求他。下面注意听这个话啊，下面一点体会啊，说杂念还是一个接一个来，虽然能马上觉知到，但依然安静不下来。您锻炼哈，大家注意哈，他说杂念是一个接一个来，虽然能马上觉知到，但依然安静不下来。注意哈，大概对安静要有所领会，有所认知。我们往那一待，说没有念头，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安静。杂念一个一个来，但是马上能觉知到它，其实这也是一种安静。那林燕同学，这也是一种安静。那慧能，老前辈叫慧能无计量，不断摆思想。就这个思想它是不断的，我没有什么特殊，我说我脑子全空了，没有了，不是这样。有念头，但是我能觉知到它，就你这个功夫已经做得很好了，杂念一个一个来，那马上能觉知到，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念头起来了不怕，就怕你随着念头走了。比方说来了一个念头，呀，跟着念头走哟。比方说想，哎呀，那个车门好像我刚才忘了关了。一想到车门，说，哎呀，这个车还没保养。一想到保养，想到上次保养遇到的某某人，某某人想到那天去的路上遇到什么什么事儿，哇，随着我这车门没有关是一个念头，随着这个念头不断的发散到和什么没有关，完全没有关系的很多很多事情上，就编了很多的故事。你往那打坐，随着编故事，哎呀，一编完了，编了半个小时过去了，那你就是觉就迟了，啊，一动车门马上觉知，马上觉知。所以那个各种念头是干什么呢？注意啊，把这一点明会了就更好了，明确了更好。各种念头就是来打磨你的，打磨你内在的空间的。一有念头，马上觉知到，哎，你内在的空间就大一点。所以其实你这就本身就在长功夫，本身就是安静了。可能你对安静觉得好像我得空，什么都没有才叫安静，反正那是一种安静。是你每次一有念，马上觉知，马上觉知，你就和那个觉知在一起了，你和那个觉知就亲切了，觉知就亲切了。哎，你有觉知有觉知，哎，你就回到那个心上，谁觉知？不就是那个心在觉知吗？心在觉知自己，你就回到那个本心上来了。所以这句话啊，说念头还是一个一个来，虽然能马上觉知到，但依然安静不下来，啊，这就有点这其实本身这就是安静了。所以以后哈，再有念头，哦，对它有觉知，有觉知，有觉知，没念头依然会来，
没有人，或者说可能极少有人说一个念头都没有，不是这样。但我有念就有觉知，锻炼的时候是这样。那这种功夫呢，延伸到生活当中，那就非常有用了。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不断的念头啊，但有念头，我就有觉知，这不就是你打坐的时候或者是竖立的时候练的功夫吗？有念马上有觉知，有念马上有觉知，那你的生活就变得不一样，生活中就不是不知不觉了，不是说哇发完了脾气事后才去觉知，后悔了，你刚要动脾气，马上觉知。你看你念头一个一个来，但是马上能觉知到，这本身就是很好的功夫，很好。如果是你锻炼的时候很安静，光去追求那个所谓没有念的那个安静，当然也很好，没有念头。可生活当中遇到各种事儿的时候呢，你还得去练那个功夫，练那个初念并觉知的功夫。我说清楚没有啊？要练什么？有念但觉知那个念的功夫，而不单纯就念无念的那个功夫。这一点是特别需要注意。我有念头，马上觉知；有念，马上觉知。那生活中你就成为你生命的主人了。你不然的话，深山老林打坐，啥事儿没有呀，好像我进入很好的状态了，一到凡尘之中就乱了套了，乱了套。但反正你遇到各种事，你总有念头啊。我现在练，有念就觉知，有念就觉知。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功夫啊，真正的功夫。我希望每个人也都要练这种功，有念马上觉知，有念马上觉知，不去讨厌那个念头，念头来干什么来呢？那个念头来打磨你的。有人把好的念头当念头，把不好的念头叫做杂念。其实无论好还是不好，它都是个念头。那个杂只是你把它认为它是个杂，你给它分辨有好坏了这是杂念，这叫正念。那还是来自于你分辨嘛，是吧？分别，所以念头都是来打磨我的，打磨我，开拓我内在空间的。这么觉知就好了啊。他说学习700课，我明确了终生追求的目标，做一个完整的人，做一个有知有觉的人。谢谢李老师给我指明了方向，做一个完整的人，做一个有知有觉的人。当然这个完整的人我要讲那有很多很多层次了，你身心是完整的，你包括你那个心，从根本上讲那个心得是完整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那个心是不完整的，怎么不完整？这人太狭隘了，狭隘什么呢？他本来是有一颗圆融的广阔无垠万善俱备的心，可是狭隘的某一个点上去，总钻牛角，我们说简单，总钻牛角尖，总在那一个点上去了，把别的都丢掉了，心胸变得很小了，本来是很大的，你光住在这一点上，你就不完整了。修行不就是要完整那个心吗？完整那颗心。所以今天我分享了这个李岩同学的这样一个体会哈，这样体会呢，我们真的是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在生活当中要细细的打磨，撑大你内在的空间。这个撑大有的时候是需要委屈来撑的，有的时候是需要烦恼来撑的，需要各种各样的不顺心来撑的。你太顺心了就什么？你顺心了之后，那个心就没变化。它没变化吗？没变化，它就舒服吗？你一难受什么，它就要变大，这憋得慌。所以这时候我们为什么说烦恼即菩提？当然有很多意思了啊。生活中很多的事儿是委屈，委屈才能怎么样？把你弄大了。你难受了，说明什么？就要把它搞大了。你像练肌肉不也是一样吗？练肌肉引体向上也好，练什么肌肉？练的胳膊疼，为什么疼啊？那肌纤维有的就断裂了。小纤维那个断裂，和锻炼之后慢慢再长起来，它就变大了。你要锻炼之后一点都不疼，一点都没感觉，那可能你还没锻炼到。练肌肉是这样，练内在的空间，练心也是这样的。真的有时候就是很难受，就很憋屈，就很不舒服，不舒服的有时候难以言表。有的人就说半夜就起来了，就憋得慌，很难受。这个时候恰恰是在打磨你的时候。
要用这些生活中的这些事儿，特别那些不如意的事儿、不顺心的事儿，打磨内在的空间。生活中那些给你刺激的、给你难受的、给你难堪的、让你不舒服的那些人，恰恰可能他就是你的老师，就是你，因为你需要，他就是以他难受的这种形式，以他愤怒的那种形式，以他丑陋的那种形式来干什么？来为你要成全你，来成全你。所以真的要感恩感谢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给你的一些刺激，让你不如意的人和事，它就是来打磨什么？你内在的空间的，打磨你的心，撑大的空间。当你真正有了这空间之后，你会觉得呀，它虽然不可量化，但千金难买，这是的的确确啊，的的确确。你拥有了它之后啊，哎呀，你比拥有什么你都珍贵，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圣人讲是朝闻道夕死，早上闻到晚上死都可以这种，那是非常非常，就在人世间你是难以寻觅的那种宝贝，那种宝贝。但这一些，这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什么？细细的打磨，生活中的锻炼社会，你往这一带一站，你真的要耐得住寂寞，生活中耐得住清贫，耐得锻炼也是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我树立这么长时间好像没多大进步，没关系，我就坚持，就坚持，就可能成功或者进步就在你细细再坚持一步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事儿说是一番，说是个一蹴而就，说一下子我就能怎么样的，真的不是这样。你这一天一天的这样练，哎，突然一天你会觉得往那一站，呀，1个小时好像不知不觉过去了。你再一站，呀，内在的各种变化，身体会感觉越来越舒服了，越来越好了，至少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你内在，哎呀，那个内心那个清凉的空间有了之后啊，有了空间，而且这空间是很清凉的，是很清凉，那种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家注意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你坐火车、坐高铁，或者说到一个什么公众的场合，如果人挤人特别挤，前面是后面，你没有一点空间，你在那待着就很不舒服。多数人是这样吧，你会不舒服。有人说密集恐惧症啊，说很多人密集在那，哎呀，挤得很难受。有的人甚至说他挤是太长的时间没有空间，挤得很难受。有的人甚至呀，就精神爆发，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就不舒服。哎，这时候呢，人离开远一点，你在这坐着，周围有一个很合适的空间，哎，你就觉得很舒服。大概想是你一定是这样，你就觉得舒服。外面况且如此，内在更是这样。当你真正有了内在那个美好的空间的时候，大家注意啊，当你真正内在有那种美好空间的感受的时候，那外面的环境就不那么重要。你内在空间很美好，你外面你住的这个地方不是很漂亮，装修也不是很好，到这个地方甚至比如说到一个宾馆，到一个什么地方住，哎呀，甚至很脏脏的、乱乱的，可是你对它没感觉了，你不会觉得哎呦我怎么住这么个地方？你不会这样，因为你内在的空间是美好的，你的心是在那儿的，是在那儿的，就像颜回一样啦，在那个破旧的地方住着，没什么吃，没什么，照样很快乐，这样很快乐。而这种东西啊，真的是千金难买。我只是举个简单的比喻，你内在有空间了，发生一件事儿，这是到你身体里面，你空间不大呀，就堵得你难受；你空间很大，一下散了没了，没了。这真的哈，就是我结合着就是林安同学的这样一个体会，跟大家来分享锻炼，我觉得是真的是很核心啊，很重要。我们一直在锻炼，就是在要打磨自己，成长内在的空间。我也相信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已经有了这种初步的这种，或者说比较深的这种体验，这种千金难买的这种感受。好，现在啊，我们再一起来锻炼哈。
放松。脚分开。一站，那个心，安定了下来。调整呼吸，感觉站着，吸气，呼气，脚分开成8字，安静。手慢慢的上抬，身体微下蹲，借天不借地，整个身体放松，解放到无限的虚空。里边只剩下了呼吸，心息相依。李艳同学说，整个树立的过程都能觉知到呼吸力充斥到手指、脚趾的那种感觉，那个力量。一吸一呼，整个人，整个虚空，那种恍惚的、空荡的那个存在，也在一吸一呼。
念头，马上觉知。
身体放松啊，尽量动也不动。哎，会上来，身体慢慢直起，脚慢慢合拢，手缓缓下落，重叠在肚脐上。尽量两手分开，敞开心胸，张开怀抱，手慢慢上升，表面是动作，深层是觉知。无论如何动，那个安静，那个觉知不变。起屏，渐变，享受。到头顶上方，停留一个呼吸着，慢慢下落。紧额头，面部，
胸，是腹，小腹，富贵婴儿，两手扶于足面，下上提，下上提，下上提，转掌，颈腿的后侧慢慢向上。你们手向前，肚脐点两手重叠在肚脐上，静养。静坐，静养。大家就这样静坐、静养一会儿。